来跟大家讲一个小系列，叫做《朝花夕拾》，我的口述历史。我妈大美女啊，爸长挺帅的，其实我小时候也还行。旧社会苦啊，吃不上饭啊，远的不说，咱就说60年吧。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一罐2公斤装的一大块牛肉，当时我就立即吃了半罐，2年时间没吃过肉，吃完了饭要舔麻，因为实在是太饿了。一个人从小桥走过来，面对着我，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他。我们今天开始呢，讲一个很小的小系列，讲一个很小的小人物，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史，一个普通人的口述历史。这位普通人是谁呢？就是鄙人艾大锦本人。按说这一个40多岁的人来讲生活史，讲口述历史，实在是有点太早啊。但是中国是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尤其是这100年的中国经历了3朝之多，经历了那么多的悲欢离合，这40年又经历了全世界罕见的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巨变所以在中国一个100岁老人其实可以阐述3朝历史，一个40多岁的人比如我，其实也可以讲出很多今天的年轻人或者小孩听了以后觉得匪夷所思的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小小的小历史吧。来跟大家讲一个小系列，叫做《朝花夕拾》，我的口述历史。就从出生开始讲吧。我出生在这个1969年11月14号这个按讲风水的中国人觉得听起来好像好可怕，11月14号11要死，但是不怕，你搞了音乐11死就变成了都发。生在哪儿呢？生在北京。生在北京什么地方呢？在我的舅公的家里。晚一点要跟大家再说他们家的事情。他们姓施是中国最大的大中医施金墨。施金墨刚刚去世，我就出生了。先说为什么生在我舅公家而不生在自己家，因为大家想想1969年那是个什么年，正史上叫10年浩劫也好我们自己叫文革也好，对很多人来说是最难过的那个年代吧。在那个年代里，很多人甚至性命也保不住。我们家还算好，保住了性命，但是其他东西都没保住。我们家那时候被打倒，所以家里搬进了5、6家出身成分比较好的人吧。我们家就片瓦没有，然后存款冻结，工资不发，粮票没有。据我舅舅我妈跟我讲，当时惨到什么样，就是我妈要在单位门口放一个盒子募捐粮票才可以生存下去，大家可怜的给个半斤1斤。我舅舅跟我说，那时候家里的其他古董画什么该抢的也抢了，该拿的也拿了，藏起来的也不敢拿出去卖说这是四旧，能卖的东西全卖掉，最后卖掉的是家里的几个太师椅。这还是我没出生时候的情况我出生时候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因为家里全部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去养猪的去养猪。我的父亲母亲都已经到了大庆松辽油田会战在那里干打垒当工人等等。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正好我父亲是土木系毕业的，我妈妈是建筑系毕业的，俩人加一块正好能盖房，于是就去建设大庆那个时候还不叫大庆，最开始叫松辽油田会战。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名字叫做高晓松了吧？就是因为是松辽油田会战的时候会战出了一个我所以我也叫高晓松。我妹妹呢叫高晓江，就是后来他们又转到江汉油田去会战去了。那个会战之后又会战出一我妹来，所以那个时候家里就处于这样凄惨的状况，于是只好把我妈托付给了我舅公。这开始跟大家回述一下这个我们家为什么被打倒。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反正你不管干什么出身的想打倒你都很正常。你是老革命，你走向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也不行你没参加过革命，那也可以打倒你。你没参加过革命，如果你没出过国呢，那就是你参加过国民党。你国民党当过邮递员也不行，你国民党当过税务员也不行，当过城管也不行，反正你就是帮助国民党欺负过中国人民你既没当过国民党，你也没当过共产党，但是你出国留学了也不行。你出国留学你就叫里通外国，你就是特务你到哪国留学就是哪国特务。于是我们家这一波人呢就都是出国留学的，于是就都被打成了特务。具体罪名呢也很有意思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叫做里通外国偷运贵重金属出境给帝国主义。这可是一大罪那个时候跟大家再说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罪。话说我外公外婆留学德国10多年，我的妈妈就是在德国生的，是在1942年的12月31号，正好是除夕那天生的。
所以我们家后来还保存一封珍贵的小电报，因为那时候没钱嘛，穷留学生，所以电报很贵啊，每个字，所以只发了5个字电报，叫除夕得一女。我妈就在柏林生的。大家想1942年12月31号的柏林是什么样？就是马上就开始英美大轰炸啊！我妈一出生开始，这个英国、美国轰炸机就天天轰炸柏林。我的外公外婆就自己逃难，就没法带着我妈了，就把我妈寄养到了一个德国上校的家里。啊，这个德国上校也参加过纳粹党嘛。那后来慢慢的感觉到说，哎，好像我们德国要失败了。不是每一个德国纳粹都像电影里演的一样啊，那种有的是那种动摇的人嘛。后来说，哎，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家里养了一个盟国的孩子，中国是盟国呀，4大国之一啊，家里养一个盟国的孩子，是不是以后罪行可以轻一点的？所以对我妈还挺好，把我妈养的白白胖胖在那儿。我的外公外婆就到处跑，啊，一直跑到了最后。德国被占领，那个时候德国所有人，不管军人还是老百姓，就拼了命的往西跑，啊，能往西爬一步是一步，因为往西爬就是英美军、法军进来占领，觉得哎呦好像还能生存下去。如果在东边被苏军进来占领了，那德国人当然自己知道自己的苏联犯下的罪行啊，那以及对东方民族本来也看不起，所以被苏军占领就觉得很悲惨，所以大家都拼了命往西跑，啊，最后在西边的一个小城。终于迎来了美军占领。外公外婆那时候已经整整2年没吃过肉了。不光他们没吃过肉，德国老百姓也没吃过肉，因为德国那时候配给制，几乎所有的资源都供应军队。那所以老百姓就只能吃点土豆啊，面包都很少很少，黑的面包。以至于我外公在战争期间养成了一个坏毛病，就是吃完了饭要舔盘子，因为实在是太饿了，就一定要把盘子舔干净。但是大家到现在去德国看啊，德国人很严谨，不浪费粮食，通常会吃完了以后，不管是汤盘子还是菜盘子，会拿一面包擦，把那盘子擦得倍儿干净，都不用洗了，然后把那面包吃了。就再穷的时候，战争年代，就连面包没面包啊，拿什么擦呀？只能拿舌头擦，就把盘子给舔了。以至于我外公都到了70岁了，这毛病都没改了。有一次我们在家，还有什么中央电视台来采访，他居然当着人的面，然后吃完了饭拿一盘子给舔了。我说，哎，你别这样啊！人正开着摄像机，你怎么把盘子舔？哦，我忘了，战争年代这个养成了一个穷惯了的毛病啊。话说美军解放那个小镇，开始就听见开炮，他们给我讲说，然后大家全藏在地窖里等着打仗。一会儿炮声渐息，于是胆大的男人都爬出去看。一会儿一看，说美军跟小偷一样，就这样。特别胆小的蹦一下，然后啪一下拿着枪慢慢进来了，然后说德军已经撤了，没有了，然后全镇人民都出来了，啊，美军一看，哟，这儿有俩盟国的人，那中国嘛，跟美国是盟军嘛，于是打开了德军的仓库，在赈济饥民的时候，那德国的普通的人民就给2片面包就算了，但是一看这俩盟国的人，于是给了外公一罐2公斤装的一大块牛肉，熟牛肉。外公说，当时我就立即吃了半罐，实在是太饿，2年时间没吃过肉。就在这种颠沛流离情况下，我妈居然养得白白胖胖，而且养我妈的这家人到现在还跟我们家有联系，中间当然断了联系很多年啊。大家知道那时候那地方已经属于西德了，那西德跟我们呢当然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阵营是不来往的。后来过了很多年，我很感动，有一次是1998年，我妹妹结婚，我妹妹嫁给1.97米高的一德国人啊，于是婚礼在德国北部的一个叫 Hochach 的山顶上举行。当时就怀着特别小几率的心情，说写一封信到当年养我妈的那个地方，啊，看看他们还在不在。说我的女儿，当年我还是个小女孩，现在我的女儿结婚了，如果你们还在，你们希望你们来参加婚礼，还继续一张地图，说怎么参加婚礼。结果我们都到了德国北部那山顶上，准备参加婚礼的时候，开来一辆奔驰车，下来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已经90岁了，我特别感动。啊，过来看见我妈抱头痛哭，抱着我妈叫群，因为我妈叫张克群嘛，啊，他们叫拼出来叫困，但是他们自己会念的，管我妈叫群，然后把我妈也抱头痛哭，这都几十年了，啊，于是参加了我妹的婚礼，到现在他们家那个儿子还跟我们家保持联系。我前一阵我还收到他的邮件，还很感动，说有机会一起来拜访啊，说我们家突然找出了你们家当年的照片。啊，你的外公外婆，你的妈妈当年在这里的照片，然后啊，于是我妈就等于在那儿，在德国人家里长大的，所以我妈后来刚回国的时候，不会说中文，只会说德文，啊，但是这贵重金属是怎么回事呢？那时候德国失败了，很多跟我外公外婆同事的大学的教授啊等等都参加过纳粹党，
那参谋大队长就觉得很害怕，说那盟国来了是要绞死我们，还是要枪毙我们？所以大家都人心惶惶。而且那时候货币在德国已经完全崩溃了。大家知道，一个国家失败的时候，尤其德国失败，还不像日本，是本土被一直打到柏林，首都被占领，所以打成那样的时候，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所有的货币全部成了废纸。所以在整个都崩溃的情况下，我的外公外婆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一个德国教授，就把自己所有家里的东西家当全部变卖掉，就换了一小块白金，其实也没多大，然后就把那一小块白金交给了我外公外婆，说你们两个人是盟国的人，所以盟军来了，你们的财产应该不会被剥夺，我就把这块白金交给你们啊，如果我还能活下来啊，如果经过战乱颠沛流离你还能找到我，你再还给我啊，如果找不到我了，也找不到我家人了，就算我送给你们，大家同事一场。因为外公外婆在战争期间都已经得了博士，所以在德国开始教书啊等等，所以就接受了这块白金，就是后来这个罪行啊，这块贵重金属。然后带着这块白金，当然他们也很苦啊，但是从来也不花这钱，因为他们觉得这不是我们的啊，这是人家的。但是一直带着这块白金辗转，先是从德国到了瑞士。为什么到瑞士呢？因为当时就天天想回国参加建设，因为战争结束了嘛，就想回国，但是觉得应该再学一些本事再回国。当时中国最缺的什么呢？比如发电站，他们知道小丰满水电站是用的瑞士的这个汽轮机，于是他们就到了瑞士生产这个轮机的工厂里去做工程师，想学会这套本事再回国报效。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应该说比今天的留学生要爱国很多。我的外公外婆是1937年离开的中国，1937年大概是第4届还是第5届留英庚款生，我外公考的是公费的庚款留英，我外婆是自费留德，因为留德没有公费生，当然后来是得了洪堡奖学金啊，在哥廷根大学啊。当然他们离开上海那条船是1937年的8月17号，大家想想1937年8月17号是什么日子？1937年7月7号卢沟桥已经打起来了，1937年8月13号上海淞沪抗战正式爆发，那是大规模的战役啊，但是没有打进租界，所以当船从租界出发的时候，租界里很平静，但是整个华界已经炮火连天。当时所有的留学生站在船尾，哭着对着这个祖国炮火连天的苦难的老国家说，我一定要学成回国建设这个国家。当然船上除了外公外婆，还有那一届庚款留英的，后来回来成了比如中国科学院长的卢嘉锡，后来成了农大的著名教授的裘维帆等等等，大批留学生都是在战争时候离开了中国啊，所以他们当然是深深的爱自己这个老国家啊。所以为什么他们的专业都不停的变？我外婆开始的时候是学物理的，她本来是北师大毕业的，到德国是去学物理，但是后来到了德国，听说日军怎么轰炸中国，日本的空军怎么厉害，就立志学航空，所以在哥廷根大学就改学了航空，而且师从的是整个世界空气动力学的奠基人大师普朗特，也是普朗特唯一的女博士，也是普朗特唯一的中国籍的博士啊。普朗特有一个中国籍的徒孙，这人是谁呢？就是钱学森钱大师。因为普朗特在1902年的第一个博士叫冯卡门，冯卡门这个如果大家喜欢科技军事，当然都知道是美国火箭之父冯卡门。冯卡门后来带了个博士叫做钱学森，所以我的外婆跟钱学森小学的时候是北京师大附小的同学啊。结果辗转了，大家都从国外学一圈回来以后，变成钱学森的师姑了。也就是为了航空报国，所以外婆才改学了航空。当然后来他回国也是共同创办了北航啊，就是现在的航空航天大学，他也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我的外公也是一开始也是学物理啊等等土木建筑，后来也是为了报国就学了壳体力学。壳体力学大家知道就是轮机啊潜艇啊等等啊，所以后来说为了先学会本事再回国报国，他们就来到瑞士，到瑞士在这个轮机厂做工程师，然后就不停的联络怎么回国啊，最后终于联络上了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最后就帮他们一路特别艰辛啊，从法国后来到了法属越南，又到了香港，从香港又回到中国。回到国内一开始在同济教书，后来去北洋大学，就现在天津大学做教授，后来又到清华大学做教授，但是一直就带着这块白金，一直到1950几年的时候，德国后来分裂了嘛，那东德跟我们是友好国家，所以东德就有教授来访问，他们就问人家说，你们认不认识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教授？说那是我们当年的德国同事，我们身上还带着一块他的白金，他还活着吗？德国教授说，我们认识他，他还活着呢，说而且家里都还在，说那赶快说这块白金是他的财产，不是我们的，我们带了这么多年，现在赶快完璧归赵，就托这位东德教授带回了德国啊，于是留下了这么一个大罪，就叫做偷运贵重金属。因为那个教授最后还是在西德啊，在西德当教授，这个罪还不至于说都要轰出家门啊，但是紧接着各种各样的批判就上来了啊，什么再加上那个时候
我外公外婆因为都是一级教授，我外公又是院士，所以这个工资很高，他们两个人那时候都360块钱工资，所以疯传有多少存款啊，清华首富啊，反正就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全上来了，就一通痛批当然最后都一律下放。于是我的外公外婆就都跑到江西吕州养猪去了。虽然说养猪的时候这个据说我外公外婆还很乐观在那儿我们家好像有一种乐观的传统，包括大家看我也是，不管什么境遇我都倍儿高兴，可能就是有祖传基因。外公还专门托人在北京买养猪的书寄到江西去，带到江西去，说我一定要把养猪这个事儿研究的特别好。这知识分子就这毛病，什么事儿都要研究一下，训练一下。但是在那养了很多年的猪，确实对自己的学术各方面是有很大影响的。一个学科学出身的博士院士，我外公是院士，我外婆是中国科学院到成立到现在唯一的一个让出自己院士头衔给年轻人的人当时还有报道大家去搜都能搜到这个。所以等于是两位院士，这个最想做的事情当然是科学，因为科学是给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嘛。他们俩后来年老以后经常给我讲说你知道一个科学家最珍贵的时光就是50岁到60岁的时光，因为你50岁到60岁的时候，你基本上已经看明白了你所研究的这个领域的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你已经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那时候你已经又有了资源，有实验室，有助手，又有了思想，还有精力。结果那段时光跑到江西去养猪去了。我的外公外婆去世的时候，当然国家也给很高待遇也都是中央电视台，然后我第一次上中央电视台就是外婆去世，然后隆重的追悼会，然后当时的副总理习仲勋同志亲自到场，我还跟习仲勋同志握了手。后来我说我不是后来才上电视，我那时候就上电视跟习仲勋同志握了手。要讲生活史，再讲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的八宝山，那个我记得特别清楚。两位我外婆的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助教，两位都当了部长的，一位是当时的高教部部长叫何东昌，一位是当时广电部长叫做艾之生，都亲自陪同到了八宝山。但是当时那出现了一个让我特别特别难以忍受的事，就是一位就是负责火化的工人就不火化。他们说为什么？那是夏天而且还很热，说你必须要给我送2条圆秋烟和2瓶二锅头我才烧当时都傻了，陪同去的那么多人，学校的校领导，然后还有学生里的还有2位部长在那都说小同志你怎么回事？这是我们国家居里夫人，你知道吗？那我不管，我还不想干呢，你们把我撤职吧，反正我就不想干，这烧死人事我就不想干。结果导致我连夜骑车，我才17岁，从八宝山到前门都已经关门了，我到处敲每个店的门，就去买2条圆秋烟跟2瓶二锅头，然后再骑车赶去，最后把这烟跟这酒送上去才给烧了。这个可见这个当时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想起来都不寒而栗。我的外公外婆以及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个国家的感情是今天的人很难理解的。不光是他们看着炮火连天的祖国离开了他们学习的专业都是为了这国家未来着想，包括回来以后无论如何怎么被迫害，他们都无怨无悔。真的今天说不是戴高帽，真的是无怨无悔的爱这个国家。而且他们两袖清风。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我在身边，所有的遗产加一起只有3000块钱。大家想一想，外公当时受命创办深圳大学的时候是叫创办窗口大学，就是要给全世界看的一个中国的窗口。深圳当然是中国的窗口嘛。那时候80年代初的时候，他身为创建学校的第一任校长经手了无数的钱、土地、深圳特区户口。大家知道一个深圳特区户口那时候卖8万块钱，外公为了创办深大手里拿着无数的深圳特区户口。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忙的那时候已经70岁高龄了吧，他忙成什么样？全国8000多知识分子写信给他，愿意追随他去深大。那后来他带了北大清华很多系主任去创办的深大，在那样的情况下没有把1分钱拿回家里过。虽然我也在深圳大学他的雕像后面写了铭文，大家去深圳大学看，在那个主楼里面有一个他的铜像，后面是我写的200字。
其中还写到说，夫妻同为科学栋梁，儿孙尚近不辱家风。给大家讲讲这个10年浩劫的在清华，因为别地儿咱不了解啊，就在清华的开始是怎么开始的，我们家是经历了什么，很有意思啊。最开始我只是说来批斗批斗，贴大字报嘛，骂一骂，然后我妈还傻了吧唧贴大字报批评一下他爸爸。大家都得人人都得干这事儿啊，在那个年代没办法。我外公正好又是校领导，我外公是从德国回来以后就做清华的土木系的系主任，后来创办了数力系，就是力学数学系。那后来又做教务长，57年开始就做清华的副校长，所以算是校领导。那我妈也贴大字报，叫要罗征起，不要张维。这大字报特有意思，我的历史很巧合或者很荒诞吧。要罗征起，不要张维，张维就是外公啊，说了一通。结果过了很多年，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创办深大的时候，正好就是要罗征起不要张维的，这张维做了深大第一任校长，罗征起做了深大第一任党委书记，俩人一块儿到深圳创办了深圳大学。当时我妈贴这么一大字报，我外公鼻子都气歪了，说你怎么还能这样啊，贴你爸的大字报。我妈说啊，我们革命小将如何如何。这个倒没有发生什么殴打爸爸这种事儿，还没这么厉害啊。然后清华学生分成两派，一派叫做老团派。这个熟悉文革史人都知道啊，包括像我这么大岁数人就看见过审判四人帮的那个世纪大审判的时候，有一个人上前作证，我记得特清楚，因为我们全家全都气儿都不喘的看着那个人走到电视作证席上，在那儿作证。那个人就是当年老团派的清华红卫兵的头，叫做蒯大富。这老团派呢是打倒老干部派啊，蒯大富就是他们的头。我到现在都记得审判四人帮的时候，蒯大富在那个作证前，当然自己也被判了很多年徒刑啊。当时作证的时候，那个表情还是一副那个特别激昂的那个红卫兵的那种口气，然后说啊，有一天突然来了辆汽车啊，接我去哪里呢？去中南海啊。到了中南海以后，我下车看到一个人从小桥上走过来，面对着我。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他。即指当时坐在被告席上张春桥，就是他张春桥，就完全就这口气，我们全家看得哈哈大笑，说这蒯大富一点都没改，还是那样。所以那一大派红卫兵叫做老团派，坚决打倒老干部，当然是大多数啊。还有一派叫414派，当然大家各种派都是以毛主席在某年某月某日的讲话做这个标题啊。4月10日我也不知道毛主席发表过什么讲话，总而言之叫414派。只要414派全是干部子弟，就是保护老干部的。但我妈就不用说了，就是414派的。这两派最开始怎么斗呢？一开始文斗啊，贴完大字报就开始弄大喇叭，互相再开始各种各样的就是演讲啊等等辩论，然后就开始小武斗。怎么小武斗呢？把自行车那个内胎，自行车大家知道那红了吧唧的内胎弹性很大，然后绑在树杈子上，当做弹弓子，大弹弓子啊，然后把板砖用弹弓子嘣崩到对方去。当然这些都是我还没生的时候啊，这个我生前事都是我妈给我讲的。把老团派一个播音员长得挺好看，正好一砖头还崩挺准，一下拍脸上了，导致这半边脸到最后一直没表情。现在说起来好像觉得挺荒诞，其实当时都很惨啊。然后后来就崩弹弓的就不行了，就开始真的武斗。大家像清华一工科院校，52年开始院系调整，文科都调出去了啊，就变成工科院校。最擅长的就是干这事儿，就是制作盔甲、长矛、各种冷兵器，尤其以机械系为最厉害。机械系几次有实验小工厂啊，做出那盔甲，据我妈讲，非常的人性化。就是这儿男生的盔甲，这儿还有一荷叶，这儿可以带着盔甲摘开荷叶可以小便，做的特别漂亮的那种盔甲。然后两边穿着盔甲，拿着冷兵器开始武斗，这个还劫粮库啊等等。我妈有一个师弟，就是在去劫对方的粮库，也不知道干嘛的时候，被一长矛刺在大腿上，后来流血过多死了。清华武斗是死了不少人的啊。再后来就厉害了，就是机械就开始做出枪来了。再后来就老团派也不知道从哪连手榴弹都有了，于是两边在清华就开始拉开阵仗，正儿八经开始打起来。打到什么程度呢？414派最后被包围在一个叫科技馆的一楼里，那时候机关枪都已经有了啊，围困在里面，后来就打死的尸体都抬不出去了，就在里头臭着啊。最后怎么办呢？就机枪掩护出去买汽水。我妈给我讲这，我当时都听着，我觉得好荒诞。我说为什么买汽水啊？说那时候夏天，说实在太渴了，实在是扛不住，所以就机关枪掩护，先扛着死尸出去，然后到外头这个运出尸体，然后抢汽水，抢几枪汽水进来，然后喝汽水，没什么吃的，没盐，最后都快成白毛女了，好多人头发都白了。就大家知道白毛女就是因为长期没有盐导致头发白
啊，最后被包围在那儿，又挖地道，什么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最后也打不出去，因为老头派人太多，这干部子弟总是人少的嘛。那最后就军宣队进校啊，这个文革史上都有啊，说哎呀，大学不要搞得那么乱嘛，大学不要打成这样，都打死人了。军队一进校，414派赶快出楼投降，说啊，我们不打了。老头派还继续战斗，老头派拿钢板把各个楼的门都焊上了，然后从窗户往外扔手榴弹，就到这个地步已经。打得非常厉害，这是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教授们呢，也是从轻到重。一开始其实对教授也没有打有骂，一开始就是什么呢？突然间突击考教授。一天晚上刚吃晚饭，这我外公外婆给我讲的，突然把所有清华教授都集中起来啊！我外婆那时候已经是北航教授了啊，因为那时候院系调整把清华这个很多专业分到其他8大院校里，但是他还住在清华，因为跟我外公一起啊，于是也给抓起来了，所有教授一起考试。考什么呢？微积分。这学理工的都知道，微积分是理工科大一的课程啊。红卫兵就说你们天天考我们，今天我也考考你们，看看你们这些教授还懂不懂这个最基本的微积分。于是拿卷子考微积分啊。我的外公外婆以及当时清华院士不多啊，外公一个，一共大概7个院士，加上主要的这些一级教授们，大部分人都考了85分以上。大家想想啊，都50、60岁的教授了啊，说明清华教授的功底还是很好的。但是只有一位著名教授在考场里哭起来了，这都是我们家给我讲的第一手口述历史。这位教授后来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成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民主党派的领袖，叫钱伟长教授。啊，钱伟长教授考着突然哭起来，然后说：“小将们，这个我确实有老题想不起来了，你能不能让我回家做？”钱伟长先生和我外公是当时清华最早的2个力学教授，他们2个共同分担清华全校的力学课。钱伟长教授可能是确实忘了最开始那点微积分。接下来就开始不行了，接下来就开始有打的有骂的。我们家邻居有那个当书记的、副书记的都有那个回来满脸是血，说你怎么了？说不让睡觉怎么办？只好揪胡子，就是因为你一要打瞌睡，小将就打你。最后只好为了不睡觉自己揪胡子，就是把胡子一根一根都揪光了。然后就开始教授们开始打呀弄啊。有一天我妈回家看见我的外婆一个大椅子上面支一个凳子，自己站在那个凳子上，这样撅着在那儿坐飞机。后来我妈说你这干嘛呢？自己站俩凳子，你不怕摔下来摔伤了？我外婆说我看教授们都开始坐飞机，我这老胳膊老腿我先练练，我别一会儿给拖出去坐飞机，这动作不标准，自个儿先站俩凳子上在家练上了。可见这知识分子多逗，所以当教授什么都要认真练习一下啊。当然最后都一律下放。我妈呢就跟着我爸去了大庆艰苦极了。我妈给我讲那时候大庆苦成什么样，就别的都不说了。我妈说每回上厕所，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建成今天的大庆一个现代化城市，什么就是一片荒原，在那儿从头开始，什么都厕所都在露天的，像那时候多么的冷那么冷的大庆。我妈说上厕所的时候每人拿着一镐，为什么拿一镐呢？因为前面那个人一撒尿就撒成一个冰尖儿在那儿，直接出去就变成了冰，然后到那儿蹲不下去，因为这样有尖儿，每个人拿一镐，上厕所之前先拿镐把前面那人的尖儿给凿下去才能上厕所。据我妈说，不知道是不是夸张了因为咱们至少那么多人生活在那么冷的地方。我妈说当时冷到什么程度，说出门眼珠子得一直转，说要眼珠子不转的话一会儿冻上了只能冲一边看也不是真的假的总之我爸我妈都不在，特别艰苦的在东北。我舅舅当然也不在，我的舅舅正好比我妈小几岁嘛，我舅特倒霉，本来学习也很好也是汇文中学北京著名的重点中学毕业的，本来也能上清华，家人人都是清华的，包括我，包括我妹妹，包括我的表哥表姐表弟表妹，包括我的大舅舅人人都是清华的。我舅舅这一生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他本来应该要考大学的时候，结果正赶上插队，他正好还是那个最大的老三届。大家知道老三届最倒霉，就是插队时间最长嘛，就是67年、68年就去了，然后10年以后才回来。北京之行主要是去山西云南，所以大家看到北京之行的各种回忆，有很多在云南的，就包括陈凯歌呀什么，他们都在云南插队，还有一大波去山西的。我就去山西插队，跟大家多说两句只说2件小事，也是我舅舅给我讲的。今天咱们就讲各种口述历史。我舅舅说，
到那儿插队的时候，先忆苦思甜，就其实到处都忆苦思甜。我妈给我讲过忆苦思甜小故事，让她吃糠，就所有人都得吃糠。说为什么要吃糠？糠可能年轻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就是那稻子那的皮儿，那大概还沾着一点米粉，那米粒出来以后剩那皮儿。当穷的时候就只能叫吃糠咽菜嘛。我妈就死活吃不下去，就不吃。批下中农就来批评我妈，说你为什么不吃糠啊？你资产阶级你不吃糠，你不忆苦思甜。我妈说，我正在忆苦思甜，我正在忆那个连糠都吃不上的人民的苦，就是因为吃不下去这糠。然后我舅舅呢也忆苦思甜，是插队的时候在山西，然后大队书记来讲说，你们这知青啊，你们不知道旧社会有多苦，旧社会苦啊，吃不上饭啊，远的不说，咱就说60年吧。知青们都看着那大队书记说，你反动派什么旧社会苦，什么远都不说，就说60年。这个我舅舅跟我说了一件他永生难忘的事情，说改变了他一生。因为我舅舅也从小出身很好啊，大京城里四合院长大的啊，结果到山西那地方苦成什么样呢？就是每年干活下来记的工分最后都换不成钱，有稍微富一点的地方知青的工分，然后攒下来的工分可能能换个5分钱1毛钱，他们那地方连那都没有，一年工分下来就按照工分折成一点粮食。你要想买张火车票回家探亲，或者你要想干点什么，你就得去卖粮食。于是我舅舅就特别想家嘛，你那时候我舅舅才多大，他10几岁，老3届，就到春节想回家看一看，于是就去卖粮食。到粮站排大队，自己拖着这车啊，拖着分给自己粮食，翻山越岭山西的那种高原，然后终于到了粮站，一望无边的长队在那儿排2天2夜，结果这队都不往前走。我舅舅说怎么回事，怎么这队怎么不往前走？于是就跑到最前面去看，结果一看，只要你有一盒烟拿给那个粮站站长，他立刻就让你加塞儿，所以老有人拿一盒烟就可以加塞儿卖粮食。于是那队就2天2夜都不带动的。后来我就实在是身上没钱，可是又实在是排不了了，说怎么办呢？最后就拿仅剩的身上最后就那点钱买了2根烟，拿2根烟去给那粮站那个头说，大哥您抽烟。粮站头一看就2根烟，就这样拿起一根来夹在这耳朵上，把另一根点着了，抽了一大口，然后一口烟喷在我舅舅脸上，说对不起，我不会抽烟。我舅当时那种，你想想从小养尊处优在北京长大的那种孩子，到那儿最后发现原来人生是这样的，人是这样的，对他的人生有重大的改变，在那儿被这种打击。于是我妈孤苦伶仃的这个怀在肚子里，就回到北京没地儿生我，于是就到了施家。重新讲一下施金墨这位大师啊，施金墨是我外婆的舅舅，我外婆的爷爷陆中奇啊，清朝最后一任山西巡抚，也是整个辛亥革命期间唯一被杀的一品大员，而且被杀的很倒霉，因为我外婆的父亲从日本留学回来，正在劝他爸爸革命。因为那时候大量的巡抚直接就把辫子一剪，就是这个独立旗子一竖，自己就变成都督了啊。那时候新军和巡抚大家比赛看谁革命的快，谁先剪辫子谁先革命，谁就是那省都督。结果陆中奇以及他的儿子正准备说咱是不是也追随各省一起独立了，之后被新军阎锡山率领新军包围了山西巡抚衙门。那春军去把我外婆的爷爷陆中奇打死了，把外婆的父亲也打死了。所以外婆相当于几乎是个遗父子，那时候刚刚出生。就外婆家里其实是我们家这个庞大的家族各个支系里曾经做官做到最大的，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出过2个巡抚，就一个就是这个他的亲爷陆中奇，一个就是他的舅爷叫做李秉衡。李秉衡是山东巡抚，后来做了四川总督，后来到庚子年的时候率师北上秦王。大家知道庚子年时候秦王的人是很少的，大家东南互保谁都不管，此起宣战叫乱命，所以八国联军来的时候几乎没什么来秦王，能押解2万条枪到北京就已经算忠心了。结果这哥们儿，这李秉衡外婆这舅爷好，率军到北京来秦王，结果在北京通县被八国联军击败以后羞愤自杀，所以家里出过2个巡抚，然后2个巡抚一个自杀了，一个被杀了。所以民国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做官了大家就都做学问。但是我外婆那时候就很苦嘛父亲爷爷都没有了，而且按今天的是说还是反革命被革命党打死的。于是就在舅舅的抚养下，就是施金墨的非常自立的努力的成长着。外婆一直上的师大附小、师大附中、师大。为什么上师大呢？就是因为师大不要学费。
那时候虽然学费不贵啊，公立大学大概10块钱一学期，这个私立大学20一学期啊，教会大学贵点可能80一学期，但是那也没有，因为师范学校是不要钱的。所以外婆读的是师范大学物理系，然后又去35中教书，啊，教书的时候自己又做家教等等，非常辛苦啊，但是一个月赚的钱很多。那个时候教师的地位是很高的啊，那时候一个中学教师再加上做一点家教，一个月居然能挣120块钱。大家知道那时候一个上尉军官才挣10块钱，一个工人才3、5块钱那样。外婆就为了能出国留学，就拼了命的自己攒钱啊。这个有关外婆怎么艰苦，后来还看过一本外婆的表姐写的一本书，当时讲外婆怎么步行几十里地去给人当家教，就每天下了课以后啊，外婆的表姐也是一个著名作家，叫严艺烟。我这个岁数人都看过一个著名的小说，叫《小马官跟大皮靴叔叔》，讲东北抗联的故事，就是这严艺烟写的。他后来写过一本书叫《盐丁》，就这里面仔细讲了他们怎么成长，外婆当时怎么艰苦。最倒霉的是什么呢？我这外婆的妈妈啊，自己不工作，打麻将，然后就是胡乱买些股票吧，养家这种。外婆就挣的所有的钱都存在她妈妈那里，然后说以后等我想出国留学的时候，你把钱给我，我去留学。结果那个时代大家知道重男轻女啊，外婆有哥哥，于是就偷偷摸摸把这钱大概是都给了他哥哥。外婆的哥哥于是就留了法，就留法回来以后创办了大概北京的第一个动物园，叫万生园，那个时候当园长。以致等我外婆要留学的时候说，我的钱呢，我现在要去留学了。我外婆的妈妈说没了，我又买了一只股票，什么煤矿的股票，然后赔光了。那时候民国时代这种事儿不太经常，于是外婆特别绝望，说工作这些年准备去留学，结果钱都没有了。最后怎么办呢？就是由他的舅舅啊施金墨出了2000大洋自费留学德国。啊，2000大洋很多啊，那时候2000大洋可以买一个小四合院了，在北京。这个施金墨是太有钱了。当时民国大名医，这跟大家多说两句啊，民国大名医是多么的有钱。就是施金墨他们家在北京荣县胡同长安街边上48间半的大院子。大家知道这个北京标准的四合院是14间一进，这一进就叫这一个院子，这南北房、东西厢房总共加一起14间。啊，我们家自己在太平桥有一个四合院，我小的时候每年夏天在那儿就是个14间的，但是施家是48间半的，大家知道这是多少进、多少跨院等等巨型的一个大院子，有钱极了。施金墨是民国的时候号称叫北京4大名医之一，而且是中央国医馆的副馆长。中央国医馆就是当时国家最高的这国立的中医机构。啊，馆长实际上是由最高法院院长兼的，所以他当副馆长实际上就是中国最著名的中医了吧？啊，多讲两句中医的故事啊！我在这里不讲中医西医的什么谁真谁假谁科学，这是另外一个议题，我不讲这个，我只讲中医的故事啊。当时国民党掌握政权以后，上来要干很多这个革新的事情啊，其中一件重要的革新的事情叫废除中医。啊，为什么呢？大家就说我们得向现代化迈进嘛。说你看人日本啊，日本就是明治维新时代就把国医废了啊，于是鲁迅也去学的西医，所以鲁迅也反中医。汪精卫也是留学的日本，所以汪精卫当时当行政院长啊，当然也是反中医。而且大批的当时国民政府的头，之前咱们讲过很多期啊，都是留美回来的。大家想这些留美、留欧洲回来的人怎么能看得上中医的？当然是信仰西医啊。啊，觉得梁启超什么这些人当然也都是信仰西医的，所以说咱们废除中医。结果这一说废除中医可炸了，这中医可在中国是上千年的传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你想中国那时候几个西医院，除了美国捐的几个什么协和、什么这个华西等等，没那么多西医院，就是中医。那于是要废除中医以后，中医从南到北就开始抗议。施金墨就带领了叫华北中医抗议团到南京去请愿，全中国的中医全都联合起来。我看了很多有意思的记载啊，很多请愿团都是先到了上海，然后大家先联络，然后在上海的中医界接待全国来的中医界，然后大家本来都没见过面，南北中医是很不一样的风格，是比南北唱戏还不一样的风格。然后到上海，大家慷慨激昂演讲，看那记载给我乐坏了，然后互相都听不懂说话啊。上海的中医上来说上海话，然后大家北方人听完了以后啊，热泪鼓掌，说什么不知道，就知道他哭了，热泪盈眶。然后山西上去一中医用山西话呱呱呱演讲一通，然后哭的不行，然后大家热泪鼓掌，于是大家一起去南京请愿。结果请愿一开始是不成的，因为这个行政院是坚定的要废除中医，而且这个案在立法院本来已经通过了。
结果正赶巧了，这汪精卫的老丈母娘病了，其实就是拉痢疾，但是拉痢疾这事儿跟身体这全面的有关，所以西医治2下没治好，于是大家就说，哎呦，这个来南京请愿的团里有一个大名医叫施金墨，说要不要请施金墨大夫看看？汪精卫的老丈母娘可没那么洋气啊，说我要请施大夫看。汪精卫没辙了，说那行吧，那施大夫给看看吧。结果施金墨去，而且看完了以后，当然也是为了赌气啊，跟西医说我就一剂药就会好，然后结果就一次诊一剂药就好了。好了以后，这汪精卫一看说，哟，这中医看来还是管一点用啊。这行政院长最后表了态说，还是不要废除中医了吧，这个但是呢我们中医要考核啊，要发这个证等等等等。北平4大名医是怎么来的？就是负责考核的是选出了4个大名医，其中就有施金墨，然后就成立了中央国医馆，由最高法院院长当国医馆馆长，施金墨当副馆长。说到这个全国中医请愿的事儿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细节，很有意思，是我从一个上海的著名中医的回忆录里看到的，就是后来请愿成功嘛，于是全国中医因为这个事儿还就团结起来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于是大家欢欣鼓舞，于是上海中医团就到北京来回拜北京的名医们，于是就来到北京，然后就在北京中医们的带领下去药王庙去拜药王。大家知道每行每业都有这个祖师爷嘛，这个唱戏的拜李隆基，坐自行车的拜哪吒。然后上海中医描述一大通，说我们上海这个很洋气的地方都是西洋规矩，很简单，从来没想到北平有那么复杂的规矩。北京当然那时候已经叫北平了是保持着特别繁复的各种各样的规矩。施金墨就代表北京中医界在那唱，说你这么拜那么拜，拜完了以后呢，大家都很累嘛，在外边喝茶大家畅叙北平上海两地中医的友情。喝茶的时候，这位上海中医就听说了，说北京这个药王是塑的一大塑像说背后有一个机关，机关里放了一本明朝时候的《本草纲目》，就是最早的那一版《本草纲目》。也就是趁大家喝茶的时候，就偷偷摸摸跑到药王这背后塑像背后，把这机关给打开，一看里边真有一本《本草纲目》，准备拿出来看一眼。大家知道这个就跟唱戏的人看到这个最古的那个谱子那种感觉，就跟学武的人吧看到武功秘籍一样，就一定要拿出来看一眼。于是这哥们就伸手进去拿这本草纲目，一拿成灰了，因为那已经在里放了几百年，已经都那样了。结果一开机关一去见空气，结果一下成了灰，一下傻了，然后被发现了，大家就报警要抓他等等最后给保出来。当然施金墨他们都一起保还有曹汝霖等等曹汝霖那时候五四运动早给打的在民间，但是那时候还是比较有名，帮他一起保出来了，说这个不用坐牢了，但是你这个把我们北京中医界最重要的药王庙里供奉的这本《本草纲目》给毁了，你说你怎么赔我们吧？说这样吧，你就在这个药王庙一诊1礼拜给北京人民看病，我们就算饶了你。于是上海中医就只好在那儿义诊，然后北京所有的中医都在旁边看，然后把他的方子全都拿来看，就印证一下上海跟北京南北中医的不同，确实很不同。其中最大一个不同就是上海中医开药都开吴庆余堂的，就是胡雪岩办的这个吴庆余堂的药。北平的中医开药都开同仁堂的药，同仁堂在北方，吴庆余堂在南方。但是这位上海大名医当时觉得好像挺对不起北京中医界的，说这个也让各位大名医高兴一下吧。于是他开药的时候就尽量的多开同仁堂的药。于是北京的各位名医看完了他的方子以后非常高兴，说你看上海名医来他也得开我们北京同仁堂的药嘛。一个小插曲。这个施金墨有很多这个匪夷所思的传说的邪乎的那种医案这个我要多说了，这个大家又说我这个迷信伪科学我就不多说了。反正就是我妈亲口跟我讲的，我妈说施金墨这个教工把了他跟我爸的脉，然后说你们俩如果想优生的话，生一个特别牛的好儿子的话，你们俩得在哪天哪个时辰行房，当然也有点科学道理吧，就是你们俩的生理周期都到最好的时候行房，这个生一个好孩子。于是我爸我妈谨记教诲，那时候松辽会战的时候还挺冷的天，他俩还不在一块儿，大概隔着10几里地，平时礼拜6才见一面会战。结果那天是个礼拜3，俩人说那咱们就听听教工的吧，说咱们就今天会战吧。于是那个礼拜3他俩走了10几里地到一起，于是就有了我。这个算不算优生呢？这我不知道这个反正施大夫是
非常神奇的。当然这个我自己本人就已经不太信了啊。当然我妈是因为出身其实是出身中西医世家，我们家也有很大的西医，这个就是其实是跟施金墨搭档的。这话多说一句，施金墨本人也是很信西医的。施金墨后来北京几大名医一起开了叫北平国医馆，他自己又出资开了华北国医学院。他在华北国医学院里就是3分西医7分中医的教学，也学西医那些解剖啊等等等等。他也认为西医有很多地方是对的，但是他也认为中医有很多地方是不能替代的，这点咱们就不多讨论了。我们家因为家族特别庞大，我就不来细讲很多很多复杂的亲戚了。反正就是我的五爷是学西医回来的那个时候就在那儿帮他教书。后来我的五爷叫姜思长，是做了解放以后做了解放军总医院，就是301医院的副院长，而且是中国耳鼻喉科的最大权威吧，就是毛主席医疗小组的耳鼻喉科的组长于是我那时候在美国看过那些反动书籍，这个具体书名我就不讲了反正跟医生什么的有关。我回来还问我这五爷姜院长，我说姜院长你认不认识这个写书这人？姜院长我当然认识了，我们一起在那个医疗小组里。然后具体他怎么回答我也不能多说了，我就问他一句，我说那个张玉凤真的很美吗？他说反正我是看耳鼻喉科的，这个我觉得皮肤确实非常的好，不能再多讲了。总而言之，我想说施大夫不是那种盲目迷信老中医等等等等，他还是很尊重西医的最后解放以后，就北平国医学院以及他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就都献给了国家，就是后来的中医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中医药大学。那个时候所谓我生在他们家已经不是那个48间半的大房子了。为什么呢？文革开始人人都得批斗嘛，你还给蒋介石看过病，你想你还给汪精卫他老丈母娘看过病，你这汉奸你也看病。施金墨是唯一的给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看过病的而且给毛主席看病的时候，毛主席还专门说了一句，说施先生我可知道您太多年了，您曾经当过我的父母官。施金墨当时都傻了，我一医生怎么当过您的父母官？毛主席说那时候刚刚辛亥革命的时候因为施金墨的威望嘛，那就在湖南当过教育厅的厅长那时候毛主席还在湖南读书，所以一个学生当然是教育厅厅长，你是我父母官，就跟施先生开了这么一玩笑。当然他给各种已经被打倒的领导人也看过病刘少奇什么，于是也被批斗，于是就从这48间半的大院子把他们家给轰出来了。但是轰出来以后，这个再革命他也得看病这医生就这点好。你说外公外婆什么力学家滚蛋养猪去，医生要都去养猪去，但您这病怎么看呢？包括我们这西医，我刚才说这姜五爷姜院长，他也曾经被打倒过2下，他还出现过特有意思的。然后就是人家红卫兵问他老婆，就是我们这吴奶奶说，姜子长是不是经常跟台湾反动派、国民党反动派联系？吴奶奶属于那种咱不能叫没心没肺吧，长辈咱们就说那种心比较大条的，神经比较大条的。然后说那我哪知道我夜里睡觉他给谁发报我哪知道。给我五爷气的，说咱俩夫妻一辈子你居然说这种话，居然说我睡着了他给谁发报我哪知道，反正我没看见过。但是最后他也没给真正打倒，也还继续给毛主席看病。然后这个施金墨他们家呢，虽然给轰出了大院子，但是还是在党中央宿舍给了一套大概还挺大的房子，差不多按照副部级待遇吧，就是我妈待产跟生了我坐月子那个地方。那后来文革结束的时候那因为施大夫当然平反了，姜大夫也平反了，大家我们家也平反，都平反，我们家的房子也还了。为施家这个因为太大，48间半，然后来问他们说这房子还你们吧。然后于是那个时候施金墨已经去世了施金墨的这个夫人就是我管的叫二舅婆，二舅婆就把孩子们都叫来，然后说大家投个票吧，房子还给我们，咱敢不敢要但是那时候文革刚完，大家全都给打怕了，你知道，大家全家投票说不要了。后来他们家又后悔了，这个经常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说，哎呀，你说这个房子怎么是再给要回来呢？我说去要回来啊，那现在施金墨都快拍电视剧了施金墨但到处挂牌的老中医。我记得还有一次特别逗，这个样式雷他们家，大家知道样式雷这个是中国这个祖传大建筑师，就是故宫就是他们家设计的。只不过中国自古
从梁思成、林徽因他们回国之前，中国不知道建筑是一科学，中国觉得建筑有什么呀？建筑不就跟唱戏的或者干嘛的一样，就是匠人嘛，所以叫样式。所以那时候的建筑师也不会画那么多复杂的图，就是做出那个样式来，烫出样式来。样式其实就是建筑模型，然后就照这去盖。样式雷是中国这个最传统的设计过故宫的这么一个家族吧，也来找到说，要不然师家咱雷家咱两家一起去把当年这个文革拿走这房子要回来吧。后来我们商量还说，那还是咱自己要吧，说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个党需要谁，国家需要谁，这个时候可能房子还能还回来。包括大家看到上海霞飞路上什么小洋楼什么都是这么还回来的。结果后来他们去要去了，说那房子我们现在又想要了，结果人家房管所说，哎，我们这儿有你们文革刚开始你们家的老爷子亲笔的签名以及画押，说这房子是捐给国家的。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收房子绝大多数都是让你签一个说这房子捐给国家了，从北京的大宅子到上海的小洋楼到上海的工厂，这些产业其实最后都是说我捐给国家。说你们都说了捐给国家，你们怎么能要呢？就给本回来了。到现在他们家这48间半这房子还被占着呢，在荣县胡同还在好几个单位在里头办公等等，还没要回来。我生出来之后的故事我觉得比较快乐的，当然其实也反映了很多那个时代的印记的我的童年的成长的故事。在那时候家里没房子，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就生在了石金墨家里这个施家。生下来以后呢，我就两边跑，就是大概有一半时间是住在上海的，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在上海，一半时间在北京。所以我小的时候一个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火车窗户，因为那时候的火车之挤令人发指，我大概到6、7岁之前都没有见过火车门长什么样。我每次上火车都是从窗户里给递进去的，就是有人大人先上去，然后把我从窗户塞进去，然后等到下火车的时候有大人先下来把我从窗户再递出来，所以我一直从窗户进出火车，进出了很多年，在北京上海两地生活。这个亲历过一些有意思的历史，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就是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开始记忆历史重大事件，就是批判邓小平，叫反击右倾翻案风。你像我那时候上幼儿园，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老师说大家都要那个上街去游行，大家都要喊口号，我们傻了吧唧跟着上街去，大家喊了几句口号，但是印象极其不深。只记得紧接着这件事之后，是印象最深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周总理去世。那个时候我记得简直是，我感觉天要塌了，因为回到家里就看到全家人每个人都哭得不行。因为毛主席去世，当然我也经历了，但是毛主席去世的时候，大家只是那种特别震惊、特别慌张，然后感觉就是不知道未来怎么样，这国家等等。但是周总理去世真的是如丧考妣的那个意思。然后当然我们家的解放跟周总理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所以也受过恩情，全家哭得不行。然后我在幼儿园里也是，老师让我们叠白花，我第一次学习叠白花就是从那个时候，然后用纸折了很多很多很多白花，然后做成花圈，然后送到天安门去。这个在天安门印象非常深的有很多人在朗诵诗，在那慷慨激昂的朗诵各种各样的诗，然后大家在抄诗。纪念总理本身当时就是不行的，在这天安门抄诗，因为很多诗从纪念总理开始就已经直接指向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那代人都记得那首五绝诗，叫做欲哭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就已经不光是一个悼念的诗了，有点像战斗檄文了。所以那时候空气空前紧张，所有抄写诗来的人全都把诗藏在各种隐秘地方。我在家里，因为我男孩手欠，我就有一天把我们家镜框，那时候每个家里墙上都挂一镜框，全家福小时候照片等等，把镜框后边打开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家镜框后面掉出好多诗抄，都是我的父亲母亲从天安门抄回来的那些诗。我爸我妈当时一看吓坏了，说这孩子怎么手这么欠，然后给我痛打一顿，然后把这些诗马上收集起来，但是又舍不得烧，觉得这是好像历史的见证一样，然后就连夜坐火车跑到沈阳。因为我的大姑，就我父亲的姐姐，我大姑父都是北航毕业的，然后他们都是在军工企业里面，然后在沈阳，我挨的最冤的一顿打，那都是最紧张的时期是在这之前的一个大过年，就是大年30的时候，然后我在沙发上蹦，
然后蹦着蹦着，突然也不知怎么，那个时候大概看小人书看多了，全是特务啊什么。大家知道那时候我们看那种什么特务的小人书到什么程度？只要在街上看见一外国人，就赶紧偷偷跟踪他，因为觉得这肯定是一特务，这肯定是外国特务。结果在沙发上蹦的时候，大年三十本来很欢乐，结果我说了一句，我说驾着马车给苏联送情报。唰的一下，一大家子人本来欢声笑语，我们家这个北方人多啊，都特爱聊天，一下全家鸦雀无声看着我，就那种恐惧写在脸上，说你说什么？驾着马车给苏联送情报。本来我们家就被打成特务，里通外国，什么偷运贵金属出境。说这样一个孩子出去在街上说我们家人给苏联送情报，说你看小孩嘴里肯定说真话，这完了，这事儿就命都没了。马上把我拖到里屋，用那种硬塑料拖鞋底儿痛打50下，实操。完了以后就是我的舅舅带着我骑车去天安门广场。那一天是1976年4月5号，那天发生过什么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那天的夜里，大家去查的话，去搜的话，应该还是能搜到的，到处是花圈的人海。然后我舅舅带着我在天安门广场，后来下起小雨了，我舅舅说下雨了咱回去吧。于是我们就骑车回了清华，我舅舅带着我，幸亏我舅舅带着我骑车回了清华。那一天如果我们待到晚上，今天有没有人能坐在这儿跟大家来口述历史就已经不太知道。当然了，最后也平反了啊，当时叫反革命事件，当然镇压啊什么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具体的我就不讲了啊，反正差一点儿在那儿丢，我大概一生中有那么2次都差一点儿，这2次都不能多讲啊。这个亲历了1976年4月5号那一天，然后我就又去上海了。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是在上海，那天我打开门往出去走，我一下，我从小有记忆最震撼的一次就是那一天，我突然觉得这是在做梦，完全不是我生活的地方，就那个地方完全我不认识，铺天盖地的在每一个墙上见不到一块砖，每一个我能见到的地方全是大漫画，到处是美女蛇江青，然后一个蛇尾巴，然后张桥是一狗头，然后姚文元拿着个笔喷着唾沫，然后王洪文如何等等的铺天，哇，都傻了，我说这怎么了？这出了什么事儿？然后我们家人赶紧给我讲说粉碎四人帮，我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叫四人帮，什么都不懂，然后告诉我四人帮是谁呀？这江青我记特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我妹不是叫高晓江吗？后来我回到这个北京以后，院里的孩子嘛，就互相老爱起外号、吵架什么的。这个我们院里有一个孩子特别淘气，叫刘国琴。那个时候刘少奇同志还是被打倒，还没平反。刘少奇同志被打倒成什么样呢？我小的时候看到的，只要出现刘少奇3个字，前面必冠以4个字，叫叛徒公贼刘少奇。就像只要出现蒋介石，我之前讲过，前面必冠有4个字，叫做毒夫民贼蒋介石。啊，叛徒公贼刘少奇。小时候看了好多小人书，其实长大了回头再一想，小的时候如果真的长了脑子看那小人书的时候，就知道这都是无稽之谈。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小时候看的小人书，讲刘少奇的一件，说刘少奇这个犯的罪啊是一什么罪呢？说有一个地下党员在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去刘少奇家里，后来因为风声很紧，他就把挂在刘少奇家里的一个皮大衣忘了拿了，于是就走了。走了以后，这个依照建国，这件皮大衣都没有还给这位地下工作者。这一看就是那位地下工作者。后来建国以后，大家都逼着说你得检举刘少奇，你得揭发刘少奇，你认识刘少奇，你得写，实在没得写了，于是写了一个说刘少奇自己眯了我党的一个地下工作者一件皮大衣没有还给他。这就这样的，这能叫什么？这地下工作的时候连命都不要了，大家到处转移，经常所有家当都没有了，一件皮大衣的故事居然能给画在小人书里。被我看到了，你说这完全这都不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完全就是太可笑了，荒诞。但是那时候小不知道，说这刘少奇太坏了，你看在做革命工作时候还迷倒别人一件皮大衣，就这样坏的人。于是那刘国琴我们就给他起个外号，说你就是刘少奇。然后刘国琴就骂我妹，说那你是江青。于是这俩人就江青刘少奇什么互相骂着。结果有一天晚上看电视，突然哀乐响起。之前我小的时候哀乐是很习惯的，那几年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那么多国家军队党的缔造者都先后去世，所以我小时候对电视的印象就是一打开里面就是哀乐。我一直觉得电视是干嘛用的，怎么这天天播这个。结果那个我记得是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过了，突然间特别严肃的哀乐响起，特别严肃的播音，然后说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之一刘少奇。我当时大吃一惊，大喊一声啊！我说刘少奇是好人啊！我们家人梆就给我一下说闭嘴，因为他们太紧张了，因为那都是他们生活的历史，每一个人的平凡就意味着这国家向前走一步，每一个人的平凡，尤其像刘少奇这样前国家主席的平凡，所以立刻说闭嘴，不许说话。然后他们全都这样，特别认真，恨不能凑到电视跟前听，怎么讲刘少奇的这些事情啊，等等等等。然后特别我当时都不停在心里就，所以我们这一代的成长是要不停的颠覆自己的，都不是三观了就是自己连头皮都颠覆了，就自己心里最根本的很多东西在不停的颠覆。就我到后来我就到处跟人说，我说那刘国琴就成好人了，因为刘国琴不是就是刘少奇，他怎么成好人了？就完全不明白。就是我们少年的心灵就一次一次的被洗刷。那时候我们家没钱嘛，就穷的要死。后来我妈说怎么办呢？这个说咱们自力更生吧。我妈属于那种特别风风火火、什么都不怕那种女汉子。我妈说这样，这个咱们偷点这个单位的纸吧。知识分子想不出别的挣钱方法，于是我们就夜里，我妈带着我跳到那个单位里。那你像这大学也好，设计院也好，单位除了纸其实没别的东西，还有油印机。其实按说这想起来，我妈妈就是被刘文学发现的那地主，就地主跑到地里偷人民的辣椒，被刘文学，幸亏我们家那没有刘文学，没发现。我妈夜里带着我跳进单位，然后在单位用单位那个原始油印机，我妈就用铁笔，我妈字非常好看，因为我妈建筑系毕业的嘛，用铁笔在上面写歌，写了好多好多优美的。我最初的音乐教育就是我妈教我吹黑管，然后教我这些歌，写了红梅花开，一条小路，深深的海洋，卡秋莎等等等等，鸽子，古巴的，当然那时候只能写亚非拉的歌一张一张写，然后我妈就这样一张一张推，大概推100多张就花了，就得重新写一张，然后就装订等等，然后我妈就给我塞一书包。我那时候上小学，我妈早上起来就跟我说，知道家里没钱吗？我说我知道。说你放学以后你就去中学去卖这些歌本吧。我说卖多少钱？我妈说卖1毛吧。我说好吧。我背着特重的书包，然后我就到中学去卖歌本，还挺不好意思的。那时候中学生出来好，小流氓那种茶蓝本绿叫出来了。我说哥哥买不买歌本？说多少钱？说1毛，1毛太贵了，谁都不买。然后晚上我回家，市场经济说实在连知识分子都能体会到。我说妈，一本没卖出去，卖1毛钱。我妈说那就卖5分吧，反正也不要钱，都是单位的纸，单位的油印机。我说好吧。于是第二天我就到中学说，哥哥姐姐买不买这个歌本？说什么歌本？那时候一翻开看，说5分钱，马上卖光了。5分钱跟1毛钱差这么大然后就因为那里面有爱情，我还记得那里边写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一颗动摇的心。那时候的年轻人只要能一看到什么爱人、爱情，马上要疯掉了，然后卖光了。然后从那天开始，我每天都背一个特别重的大书包去上学，放学就去中学买歌本。然后卖了以后，我妈下班骑自行车过来，然后说：“儿子，卖多少钱？”后来我说卖了5毛钱吧，什么？我妈说：“那你给我2毛钱，我买肉就行了。”然后那时候买肉不是有钱就能买的那时候是有购货本的。一个购货本上面定量，每人每月只能买半斤肉，只能有2两油，只能有半斤鸡蛋，每个月所以那个时候院里最漂亮的女生首选嫁给谁？嫁给卖肉的。为什么？那卖肉的稍微那刀多切一点你家就这个月从半斤变成6两，而且还不多花钱，因为那个就一勾购货本，而且那一切能切到后臀尖。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妈老跟我说要买后臀尖，因为后臀尖这个瘦肉比较多，剩一点肥的呢还能榨点油，因为那个油一个月只有2两，根本就不够2两，现在炒一个菜就没了，一个月2两油，要拿那肥肉榨一点油出来。芝麻酱也是一个月2两，南方人可能不知道芝麻酱有什么用对北方人来说芝麻酱简直太重要了。教授当时也苦，教授我记得特清楚，在我们清华栅栏院那个菜市场，院士的夫人在那儿捡那种就冬天那个冬储大白菜完了那个撕出来那菜叶子，在那一边捡菜叶子，嘴里头还念念有词的说回去喂猫，回去喂猫。看了以后其实挺心酸的所以这个院里最漂亮的姑娘嫁给卖肉的嫁不了卖肉的就嫁给烤鸭店的服务员。因为烤鸭店的服务员，我这想起那时候我居然还能咽口水。烤鸭店的服务员能从烤鸭店里带回几个鸭架子来，
鸭架子能熬汤，汤里能飘上1两星油，这就已经很好。油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有多么重要，重要到我一直都上中学了，我到食堂去盛菜，那一大锅菜熬的上面只飘了那么2星油，然后食堂大师傅跟你特别好，就是说，哎，师傅您帮我把那星油蒯起来，就这么点啊，1星油，那师傅蒯说这1星油能放你碗里，就很好很好。所以那时候就那么艰苦的情况下，我就从小开始肩负起帮家里挣点钱的重任。然后我妈还挺好，市场经理给我提成，说你不管卖多少，你给我2毛就行了，剩下就归我了。于是我就开始攒钱，攒了大概有5块多钱吧，然后就买了一双小皮鞋给我妹，然后获得了我们家1下午的夸奖。其实后来我可后悔了，我想这5块钱能干多少？5块钱当时能够上莫斯科餐厅，北京最好西餐厅吃一顿大饭，5块钱能买一个当时最贵的一对红双喜的乒乓球拍子，我居然给我妹买了一双皮鞋。后来我想，我这辈子可能就这命，就是当哥哥的，就是只要挣点钱就给人买东西。然后我一直上大学也是，上大学我去实验室里当实验员，2块5毛钱一天，然后挣了第一笔，给我结账时候12块钱，我买了一个小花裙子，然后就跑到我中学特别喜欢的一个女生的那个家门口去，那时候也没电话，也不知道人在不在，就在那儿等着人家说把小花裙子送给人家。结果特别逗的是，他没在家，我就在外边等。结果他邻居出来一个跟他差不多大一女生，然后说：“哎，你是来找那谁的？”我说：“是。”说：“啊，他没在家。”等等，一来二去，我跟人聊高兴了。我说：“这裙子送你吧。”讲2个小故事，就说明那时候有多么穷，多艰苦。有一天，我爸钓鱼，突然把手表，他也不是怎么，那时候可能人有手表就特珍贵啊，就没事就老抖着玩。拿下来拿上去的，结果啪掉冰窟窿里了。您大家知道一块手表是多少个月的工资，是多么的珍贵。结果我爸就疯了，说这完了，这手表掉冰窟窿里。我爸就开始这一天什么都不干，就试那漂，就让那个鱼钩在不停的深度掉，最后掉了一整天，居然把那手表给掉出来了。后边好多人都说哇，老高你太厉害，你居然还能把一只手表从河底一个冰窟窿里从这里头给调出来了。但是一定要调这只手表，要不然就不回家了，也回不了家了。因为当时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有这3样就能娶媳妇儿，你这样1/3没了。手表值钱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节的故事，就是一个工人买了一块手表，攒了好长时间钱。那时候一工人如果能买手表，150块钱、200块钱的手表，一工人一个月挣17块钱。一个月能攒几块钱，那要攒几年的钱。然后其他工人都特别羡慕，说你这块手表太好了，什么这那。他就一得意说了一句，当然大家吃饭的时候别听这段啊，一得意说你要能把我拉到屎吃了，这块表归你了。这是一真事儿，就是我爸我妈单位真事儿。结果真的有一个工人就为了这块表能娶媳妇儿，真的就给吃了。吃了以后他太舍不得这块表，攒好几天，最后实在求那工人说：“哎呀，我这说大话，实在对不起。这样吧，你再拉一个，我把你那吃了吧。我实在是，我宁可吃你的，我也不能把手表还你。”结果那工人说：“我不让你吃我的，我就要那块手表。”结果这俩人打，俩人就最后告到这个学校还是院里头什么之类的，反正俩工人都挨了处分。后来大家还说，那工人太惨了，自己还吃了，然后还也一起挨了处分。就手表。自行车有一天是我不小心，因为我跟我爸去钓鱼，我们俩一人骑一辆车，到现在经常丢钥匙，车钥匙也丢，什么也丢。从小就这样，我把自行车钥匙丢了以后，其实你把锁砸了不就完了吗？我爸舍不得，因为那个锁也值好几块钱呢。我们钓鱼的地方非常远，大概是在今天马甸的什么齐家豁子吧，这块地方走回家非常的远，而且是冬天啊，冰窟窿里钓鱼。所以我爸说家里还有一把车钥匙，所以这个锁要砸了的话等于就浪费了，说咱们就别砸锁了，咱们就抬着车回家吧。于是我们俩怎么办呢？就是那车锁在后座，于是就把后座提起来绑在另一辆自行车的前座上，然后这个一个人推着这个车在前面走，一个人这手拿着把，这手提着这个，因为绑的不永远不结实嘛，提着这辆车，然后就这样就一直从马甸齐家豁子把这2辆自行车在特别冷的寒风天里给拖回家去了。我还记得我爸那时候一边拖着还一边哼，无为风儿它吹动我的船帆，就我爸唯一会唱就这首歌。我妈音乐特别好，所以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说听起来好像特别苦，但是其实我回忆起来，整个过得还挺高兴的啊。没有钱，但是别人也都没钱，大家都一样，过得打倒了，大家都教授家都打倒了啊，平凡也都平凡，然后大家全都没钱，大家都穿着补丁裤子。我唯一的大概每个人有一条是过年时候穿的裤线笔直的，就没有补丁的裤子，我也有一条，只干俩事儿用。这个一件事就是过年时候当然要穿上了啊，这个大家族聚会然后照相。还有一件事就只要有外宾来访，因为那是经常有什么外国教授啊什么来访的时候，这赶紧就把那补丁裤子什么脱了，穿上这裤线笔直啊。我记得有一次一对美籍华人教授来访问，然后来我们家玩，然后人家带着孩子来的，于是我们家赶快把我这条裤子换上了。我每次穿这条裤子走路的时候，我都这么走路。因为我看我那裤线，我特高兴，因为那时候的裤子料子很差，就是你那穿两下这就俩包，特别难看。但是就只有那条裤子料子还不错，笔直的，就一边走一边看我的裤线。然后人家美籍华人的孩子居然拿出一整套儿童玩具，那儿童玩具是打针的，就假的啊，塑料小针、塑料听诊器，然后塑料棉花棍什么这那，给我看病啊，给我羡慕的。我说你们居然有这么好的玩具。这个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玩具。我们那时候玩具都是什么？全自己发明的，从玩具到怎么玩，游戏规则、大小，全部是孩子们自己发明的。而且最逗的是，我今天想想觉得好神奇，就还按季玩，就这一季大家都玩这个了。过一阵子也不知怎么，大家都不玩，都玩的也不是谁发起谁结束。这个通常都玩什么呢？烟盒。大家可能各地不一样的玩法啊，我看外地有这么拍的还是怎么着，我们北京玩的是这烟盒叠成那种长方形的，然后马一落在手上，然后要这样先到手背来，然后拿起来咵一抓，先说好一抓掉一个或者掉俩，如果你抓掉一个啊，就是我们海淀嘛这么玩你就赢了，这烟盒就归你了。但是谁先抓呢？是比谁的烟盒大。谁烟盒大怎么比呢？就每个烟盒有价钱，我还记得最差的大概300万。也不是谁发明的，300万是没有过滤嘴的礼花什么牡丹，然后这样的烟就是短的那种烟盒300万，然后有过滤嘴的什么凤凰啊、牡丹啊、礼花是500万，然后再大一点的就不太常见的就800万。但谁来定这个呢？每个院有一大哥，就是那个时候的人是多么的纯良可爱。没有人怀疑，你只要说大哥说了这800万，或者大哥说这1500万，没有一个人去问大哥说这真的假的，因为也没有人说谎话。那烟盒从哪儿来呢？从垃圾堆里捡，然后最好的垃圾堆就是我们的孩子最愿意去钻的垃圾堆是军队大院外面的垃圾堆，因为部队那时候待遇好，抽的烟好，里边有好多800万的烟盒。我还记得有一回我在垃圾堆里正刨，特别大的那种部队垃圾堆，而且那个是个大铁家伙，还能升起来，升起来以后咵能套到那个卡车里去，然后那么小一口，我在里边钻着，突然捡到一个泰山烟，当时都没见过，特高兴，说我们管它叫少见烟，少见烟，拿起这烟盒上头还沾着菜汤子什么这那，拿下来，正这高兴的，唰上面倒垃圾给埋在里头然后一边往外刨，从垃圾堆里，然后一边手里拿着这泰山烟，说这个太珍贵了，这不能。然后回到家里还把那菜汤稍微洗洗，然后贴在玻璃上晾干了以后，特别惴的心情拿着去找大哥，就说这个值多少啊？大哥看了一眼，1500万，哎呦，给我高兴的，终于捡了一个值1500万的，然后叠起来玩。最值钱的，当时是极少有人有，大概只有大哥手里有那么1-2张叫歪帽。我一直以为是帽子是歪的，说这歪帽烟，等我长大才知道其实是外帽，就是外国烟。然后你要能有一个歪帽，简直就太牛了，在这院里。可是呢，再牛也没用，过了这一季，大家又都不玩烟盒了，改玩瓷片了。瓷片是什么呢？就是马赛克，不是那个日本那个 AV 片那马赛克啊，是就长得对。日本 A 片的马赛克就是从那真马赛克来的，马赛克就是那么方了吧唧，上面有各种颜色点儿那么个玩意儿。瓷片怎么玩呢？别地儿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边是也这样抓扬起来，唰，就抓几下，就是抓的越多次，6次什么的，就技术最好。但是也是要先出，一出谁大，那谁先耍嘛，谁先玩。什么东西最大也不知道谁规定的，特讨厌。这整个系列，我到现在还记得最大的是黑风朱雪，然后蓝迪什么这那，反正都对应的颜色啊。然后最小的是白瓷儿，就是白的。然后比那白菜的叫粉儿、蓝儿，什么玉米豆，
玉米豆就是浅黄，上面有白点。最逗的是我们院正好建游泳池，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嘛，说建游泳池吧，大家这个向现代化迈进了。那游泳池用的就是这瓷片，就这马赛克镶的整个游泳池边。好家伙，这游泳池刚落成，第二天一看全成水泥了，因为我们院所有孩子趁夜里拿着各种工具，一夜之间把游泳池全铲了。第二天一看全成水泥的了。然后我爸我妈带我去这个百货大楼，当然百货大楼和东风市场是北京最牛的俩商场。然后百货大楼，我爸我妈在前面走，看东西买，然后就看我老低着头，说你低着头干嘛？因为我一看百货大楼那地，我都傻了。那地就是最大的黑蜂跟猪血，黑蜂就是纯黑的啊，猪血就是红的，就是也不知道谁规定的，大哥规定的吧，叫黑蜂猪血。我就一直看这地，我妈说你怎么不看？这过年买东西，我说这黑蜂猪血满地，谁还有功夫看那个？我说你们快掩护我撬2块回去。逗极了。讲几件有意思的，就今天人听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啊。小学、初中，小学干嘛呢？夏天教苍蝇，冬天教苍蝇蛹。就是为什么叫那时候叫什么运动？反正老有运动，5讲4美3热爱，什么卫生运动，反正运动一来，大家就得跟着运动干。这个其中这个讲卫生运动呢，就是夏天教苍蝇，而且还规定必须得每个人教多少只苍蝇。好，所有人家长都快疯了，哥哥姐姐们一起抓苍蝇。我记得我们那个院里到处都有那种用纱窗，就那个纱做的一个笼子，然后里边是这样一个尖筒进去，然后扔2块臭肉，这样苍蝇进去以后就出不来，进去以后出不来，能抓好多苍蝇。那不会抓苍蝇呢，就是家里拿着拍的到处打了以后没打2只，最后苍蝇不够的人特可怜，站在学校门口看见同学来了，说你能借我2只苍蝇吗？要不然我上不了课。说行，我借你2只，然后大家都得拿一个小玻璃瓶把苍蝇浇上去才能开始上课。冬天没苍蝇教什么？教苍蝇蛹。就苍蝇冬天产的卵叫苍蝇蛹。苍蝇都在什么地方？在最脏的公共厕所什么周围。然后孩子们说拿一铲子天天跑那旁边去挖去，然后装点苍蝇蛹进去。到初中的时候要学工学农，学工就不说了啊，学农是很有意思的，就到农村去。到农村以后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为什么呢？你到农村去可以睡大炕，然后大家特别高兴。你看他小孩嘛，大家在一起10几个人挤在一炕上倍儿高兴，然后男生割麦子，女生捡麦穗，别人都还行。最倒霉的是一个叫高晓江的人，就是高晓江还估计也在看着节目，结果他去学农长了虱子回来。那时候他已经我想初3的时候吧，他去学农，结果我妹特别倒霉，没办法，我们家人也不知道怎么对付这虱子，最后只好给他剃了一秃瓢，导致我妹学农回来有半年时间剃了一秃瓢去上学。那时候也没假发等等，之前说了好多苦啊穷啊怎么样啊，但是其实呢那有一好处，就这人这爽啊这嗨呀，其实是有对比的。这对比就是说，当你苦过到那嗨的时候，每年到那时候你就爽死了。就每到过年的时候，别地儿我不知道，我就说我们院里，我们院过年的时候是可以不要任何票的，不要肉票，不要粮票，什么票都不要的，甚至也不要钱，就不用交任何钱，就到单位的食堂里去领2个菜，1斤花生和1斤瓜子儿。所以就每到过年的时候，当儿子的最高兴，因为这当儿子负责去取嘛，我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我到食堂里去，一家1条红烧鱼，1份米粉肉，不是一小份，这么大一碗米粉肉，然后就去拿。这鱼我是不敢动，这鱼是一动了就看出来了，这一整条鱼啊，大人们喝酒用的，我们小孩就是等大人们喝酒把那鱼吃完了以后喝那鱼汤，因为那鱼汤拌米饭那简直是太幸福了。再有就是那米粉肉，米粉肉幸福成什么样？因为你偷吃2片他看不出来。你想那米粉肉没有人数过，说这一共是50片还是40片，然后就一路捧着那米粉肉。先开始说我就偷吃1片吃1片，哎呦吃这1片受不了，一路走一路想再吃1片，我爸估计也看不出来，然后又吃1片。后来说都吃2片这不平了，还干脆把那半拉也吃了，然后干脆弄平了再到家。然后到家的时候把上面一层米粉肉已经都吃了，还得在外边擦嘴，擦完嘴以后特平的一碗米粉肉拿回家去了。好，这是北京啊，这个但是我同时在童年有一半是在上海度过，所以把上海也要说一说。小的时候总体来说上海比北京要苦得多得多啊。为什么呢？
说起来也挺对不起上海人，因为中国恨不能一半产值都是上海产生的，但是上海把几乎所有的钱都交到中央去了，中央把大量的钱用来养了在北京的这些大院们，北京这几百个大院里住着各种遗老遗少，住着各种当官的，住着各种大教授，住着各种各样的这些大院子弟，啊，就是其实大家吃的饭里有一半是上海人提供，在上海勒紧裤腰带，这个供养了北京，所以自己在上海，当然就上海住的也特别的狭窄，就是领结婚证10几20年的人都没房，没房怎么办呢？这我说的是我真的自己亲身的经历啊，沿着外滩，然后沿着苏州河一直到人民公园，那谈恋爱的人到什么程度？就是晚上就完全看不出谁在跟谁谈恋爱，就是所有人全都挤满在那儿谈恋爱，然后你要是插进一个去，两边反正都是一对一对谈恋爱。最可怕的不是谈恋爱，就是真的是在人民公园行房，这个大家反正带着结婚证吧，就在那儿那什么啊。我有时候坐在那个一个长凳上，就旁边就能坐一对，然后当然那时候我已经比较大一点了啊，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居然还有那样的。然后警察也没办法，警察来了说你怎么我们有结婚证，要上你们家去，没人给我们分房。上海曾经组织过老工人们，这个夜里拿着手电，然后到公园里去查这些没地儿了在那儿那什么的野合吧，对，其实也不叫野合，真的可怜，真的是没地儿的那些情侣们，然后情侣们还放绊马索，老头们过去啪摆一跟头什么之类的，好多好玩这事。上海苦，以至于那一代上海人因为苦呢，就特别要面子。北京人也要面子啊，应该这么说，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要面子，但是这要的不一样。这北京人要面子呢，是坐那儿吹，啊，说这个我们家祖上怎么着，大王府住着，然后我们家厨子好几个，然后现在没办法了，现在我们家就是北京那个，实在没得吹的，我还听见过北京人吹说，哎，我跟你们说，你们这都不行，我这自己亲身的，不是什么祖上，你们知道金日成的棺材谁做的吗？我做的。啊！我当时坐饭馆里，那时候我已经大了，我听着这我都不吃一下，我就要吃炒肝，也不知道吃爆肚了，我都乐得喷出来了。说金日成的棺材是我，别告诉别人啊，千万别跟别人说啊，这是高度机密啊！就像大家现在来北京打车，北京出租车司机能分分钟告诉你说，你知道海里昨天那个聊什么的吗？海里昨天弄一决议，然后谁不行了啊，为了海里，这大家来北京一听，海里就是那个。有一种著名的香烟，就是那牌子啊，就是那海，这是北京人吹牛。上海人呢是得拿点真东西，这比北京人还实在点。拿什么呢？跟大家讲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当然现在上海人不这样了啊，现在上海富裕了啊，上海只要不像北京交那么多钱，上海是完全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啊。当年的上海人可怜，这还得拿烟票，还得拿钱，尤其是这外贸烟又难弄，然后怎么办呢？就爱抽烟的上海同志们啊，都每人穿一个的确良衬衫，然后在这个地方插一盒肯特烟 Kent， 然后屁股兜里塞一包牡丹啊，或者礼花吧，大部分应该是牡丹什么，就是那种特别便宜没嘴的短的。然后见人就先这透明的嘛，的确良衬衫这儿一盒 Kent， 然后一定要拿出来。这 Kent 上海 Kent 在中文叫箭牌，那时候翻过来啊，箭牌香烟。这上海口音呢？首先是管抽烟不叫抽烟，叫吃烟，叫吃香烟。所以你经常看见上海女人在街头打骂自己老公，说侬吃香烟，侬吃老酒，就能拿得身家去多的钞票。这个箭牌在上海话的发音里呢是叫几巴啊。于是这个拿出来就是见着大家会见面，每个人掏出一个箭牌香烟，互相能切几巴，能切几巴，切几巴，切几巴。这个箭牌香烟还分两种。一种叫短的，这叫80S的短箭牌，一种是100S的长箭牌。于是大家掏出来说啊，能切长几巴，能切短几巴，然后大家都特客气，哦，我也有几巴在这里。然后大家让一圈。上海人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习惯，就是不占人便宜啊，我不占你便宜，你也不用占我便宜啊。上海人可以两家当邻居。60年在一起，不管邻居，就是在一个厨房里做菜啊，不见人一勺醋，不见人一勺盐，不像北京人就拿过来别人东西，自邻居家做就跟自个儿的一样，没有一个人抽别人的烟，都说哎呀，好，谢谢，客气，然后谁都不抽。这一盒箭牌香烟放到这儿可以放2月，然后每个人最后把烟往回一插，都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从屁股兜里提了出一根牡丹，然后抽起来了。这是上海当年特有意思的风气啊。口述历史啊，生活实力的衣食住行，衣服说了啊，破衣拉撒啊，吃说了啊，
这个住说了啊，大家就是反正就是苦极了，3代人在上海住一间屋的多的是，北京比上海好一点，也一家人挤一间小屋是这个最正常的啊。行就不说了，全国人民自行车，而且全国的孩子们都骑爸爸留下来的破28车，所以那时候有一种骑车的姿势，可能今天年轻人都没看见过，叫掏裆式。什么叫掏裆式呢？就是因为那我们都特小，然后爸爸自行车特高，都是28那种大自行车，怎么办呢？你骑不上去，所以只能侧面，就是这边蹬着蹬子，然后这腿从这个横梁下边侧面蹬过去，然后就这样骑着车。今天我不知道你年轻人还会不会这么骑车，我们所有人开始学骑车全是这么掏裆侧着骑，后来可以高难度到这一手替爸爸拿着一升啤酒，然后一只手拿着这个，然后侧面掏裆骑，然后直到差不多能坐上那座吧，又够不着底儿，然后就蹬半个圆，就每蹬半个圆那就失控了，就下去了，然后这边再蹬半下，就都是各种高难度。全国人民都是自行车，没有私人汽车那时候大概是，然后干部是完全按照级别配，而且那时候干部特别清廉，就连我高考迟到，家里都不让专门用家里车去高考。你看我住清华，我高考在师大二附中，那时候我早上起来找不着准考证了，然后就哇找来找去，等找着的时候已经过8点了。当时清华出发进城的2辆公共汽车331跟375，8点以后都半小时一班，8点之前大概10分钟一班。大家想想，高考只要迟到半小时就不让进了。我出门的时候，我跟全家人说：“哎呦，我说不行了，我这急得不行，就已经迟到了，过8点了。”没人有反应，也没人说那你用家里车不行。我就自己跑到门外头去，在341车站上拦自行车，拦的各种不认识人啊，因为我也没自行车那时候。哎，我自行车上哪儿去了？我当时反正也没有自行车，我就在那儿拦自行车，然后一边拦一边喊我去高考要迟到了。结果北京大妈特热情，一帮北京大妈说啊高考，于是帮我一起来，一起喊说快听听，这孩子去高考要迟到了。然后终于有一个中科院的，因为清华对面不就中科院，一个中科院也不是什么研究员，骑着车一听要高考迟到了，说那你骑我车去吧。然后我就在这个物理楼里，这个几楼挤一挤，你下午考完试给我还回来。于是我骑了一个陌生的完全不认识的中科院研究员的自行车，哗哗哗哗拼了命一样骑到师大二附中，大概迟到20多分钟进去考的。你就可见这家里清廉成什么样。我长大了以后，我在清华陪我外公很多年嘛，因为我舅舅我妈他们全都在国外，每个月会让秘书把一个账单拿来，说这几个电话号码是不是你打的？我说这我打的，交钱。就是咱们不能占国家1分钱的便宜，这国家配电话是为了我工作用的，所有的不是工作的电话都自己交钱，就到这个地步啊。所以衣食住行基本上就说完了，最后说一个，但是这不黄啊，那个时代实在太不黄了，叫性，就是食色性也嘛。这个吃当然是很难满足了，这个那个年代的性之禁锢之不能提到什么程度，要跟大家回忆一下，口述历史嘛，这不能回避掉啊。我别的地方我不敢说啊，我只敢说北京啊，上海吧也包括，因为这俩地儿是我的童年，几乎没有任何的性启蒙，或者哪怕是美吧，美都不行，就没有任何这种。我觉得那会儿大家都以丑为荣吧，都穿的破衣拉撒，然后都臃肿要死。这个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唯一的性启蒙就是其实都不叫性启蒙，就女性的身体启蒙吧。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不光是我们好多同学都是在枕头底下或者床底下藏了一本希腊神话。这个因为希腊神话这个插图里会有雕塑，这雕塑里会有差不多半裸的吧，就这样的就已经对我们来说就激动的不行，基本上就是这一点。我可能家里好一点，是因为我们家我很小，我爸妈就出国了，所以我爸偶尔寄回来一盘录像带。我记得我想想，我爸81年我爸寄回来一盘录像带，这个那时候我81年的时候我11岁，那里边有一个美国小姐选美，然后于是我们家就疯了一样的门庭若市，就是不管是学校里的同学，院里的所有人都挤到我们家，就轮流看我一天放5场。就我那会儿要能售票的话，我就发了，大家所有人都看，说听说选美，而且前面都无所谓，就泳装环节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完全没有一个人说任何一句话，就看那泳装环节。我现在想想，其实那实在太严肃了，泳装环节还不是比基尼，就是穿上泳装出来，以至于那盘磁带后来由于放太多，那磁带都成黑白的了。
然后到泳装环节那块都穿成雪花了，都完全看不清楚是什么，影影绰绰就看这点东西。那时候老羡慕南方，说南方人太幸福，为什么呢？北京的小伙子们最幸福的是每年5月份，一过5·1开始，这个北京的所有的少女大姑娘吧，全都穿出了白色的确良的衣服。大家知道的确良这是透明的，然后就能看见里面。其实现在想想也很乏味，就是全都是一模一样白色的那种特别规矩的那种工字形的那种内衣吧。然后那不管，那一到5·1以后，就是一看到满街的确良，就是浑身都麻了，就是见人就看人家背后，正面还不敢看啊。正面唯一敢看的什么时候敢看呢？就是卖西瓜的时候。这个西瓜那时候都在地上卖，于是这个姑娘们要挑西瓜的时候，她就得这样挑西瓜，她得哈腰。这的确良这料子吧，它比较硬，所以它这个不是很贴身，所以它只要一哈腰，这就露出一个。当时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啊，是我们大家都觉得全世界最美妙的时刻，就是蹲在西瓜摊的那边，然后等着，终于有一个女的来买西瓜，一低头拿西瓜，所有小伙子都挤在那儿。我还见过为这打架的，因为没挤到好位置，没看见，然后就骂人流氓，然后打起来都有。这个到金山游泳，我就亲眼见过什么呢？一对青年男女一边哭一边就这样被撅在那儿，然后示众。后来我们说这干嘛了？说他俩耍流氓，在水里亲嘴儿。这俩人在积水滩离水里头离人那么远亲一嘴被发现了，然后被当作流氓。然后被抓到岸上，俩人就这样被撅着，然后在那哭。为什么哭呢？因为必须让单位来接，啊，就等着单位来接，你就等于已经完了。那个时候单位你只要有什么作风问题，啊，被什么人抓住了，然后让单位领导接回来，你就别混了，你在单位里千夫所指。所以那时候严酷之极的那种教育环境下长大的。直到我上高中开始，才有各种各样的西方精神污染啊，西方这个和平演变的毛片，什么这那的才进来。之前我们完全就是那样长大的，所以我们那代人坐在一起回忆起童年，甚至都能一起回忆起院里那个知道烟盒是几百万的大哥的名字，啊，甚至能一起回忆起来所有的那些小小戏，因为大家都是共同这样一点点长大的。有时候现在我还能回清华去看看我们家当年那个小院啊，唯独就只有一棵玉兰树还在那里。那棵玉兰树就是我的外婆去世的那一天，我的外公带着我们全家去买了一棵玉兰树回来，然后说在这里纪念一下你们的外婆，就种下来啊。每年春天玉兰花开的时候，我的外公就带着我们全家在树底下数那个玉兰花有多少朵，就用来纪念我外婆。我还记得第一年大概只有9朵花，因为很小一个树苗，然后一直数了很多年，数到我外公去世，大概一直数到有几百朵，后来都数不清楚了。那玉兰花开得越来越大，这个他们的感情，那个年代的爱情，战乱年代颠沛流离，又一起去下放养猪等等，两个人相濡以沫一辈子，那种感情是啊，今天大家把爱情就是看成这样或者那样的，包括我们这一代人都不能跟他们比，他们那个情感是让人怀念起来是非常动容。我还记得有外婆去世以后，有一天外公跟我讲说，你能去买一副麻将吗？我都吃惊极了，因为我们家人从来没有人打过麻将，原因就是之前我讲过，我外婆因为小的时候啊，爸爸也死了，爷爷也死了，她是只跟妈妈长大，她妈妈爱打麻将，所以她痛恨打麻将，所以在外婆活着的所有的年月里，我们家人就没有一个人打过麻将啊。但是我外公小的时候是打麻将的，也是北京长大的嘛，也是北京这官宦子弟，也是大院子里这个打着麻将长大。但是因为我外婆的关系，她几十年没打过麻将。我去世以后，她孤单嘛，有一天她就让我去买副麻将，然后麻将回来以后，她就说好啊，我来教你们打麻将啊。其实我们都没告诉她我们都会打，只是没在家里打过，在外边，但我们就说不会打。她说好，我教你们，然后说这个应该这么抓，那个应该这么打，说着说着就忘了，然后就再回想说这是怎么打的来的，因为他已经大概有50多年没打过麻将了。他想起来的麻将是1920几年的北京时代的那种老北京的麻将，然后在那我们假装不会打，然后看他怎么教我们，其实心里还是很感动，就是他们那种情感。
这个一个普通人的口述历史到今天就说完了，以后尽量多的，除了跟大家聊大历史以外啊，好玩的事儿以外，尽量呢还能跟大家聊了一些我亲身经历过的或者接触过的人的口述的历史，回溯一下我们这个艰辛的100年这个老国家的成长。